你们好，今天的题目是召唤新恋人前来哈，新恋人正慢慢接近后，召唤新恋人前来哈，选一张你觉得能够帮你召唤新恋人牌的图样哈，那就这样，你慢慢看哈，给你一点时间。好，如果你要再看久一点，你看一下暂停哈。那我们不浪费时间，也不啰嗦，就直接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一号牌的朋友开始。今天的题目是召唤新恋人、未来恋人哈。好，那我们一样从5张来开始看哈。逻辑本质上牌阵都差不多了哈，但是因为每周每个不同时间点翻，能感受到的能量不一样哈，所以才会需要你们常来对同一个题目来看，然后把那个资讯拼凑在一起哈。来先这几张哈，看一下。这条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位置哈。好，我们一样先把核心的牌看起来哈。这是一个很崭新、全新的，你意想不到的一个性格的人哈。那至于这个个性的地方，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在下半阶段会帮你抽一些牌来看一下他本来的性格方面哈，而不是能量的结构上面哈，就直接看他的性格上面。那这个人跟你先说好的地方哈，他会带领你进入一个新的视野，然后跟你以往经验到的人，爱情上的是绝对不同的。他甚至也很有机会，他的人的性格啊、作为啊、风格啊，来自于哪里呀？这些都全新的也有可能比你的生活经验要说超乎你的想象，有点太过了啦。可是它确实能够带来很多的惊喜，跟很多你没听过的故事。我觉得没听过的故事这个点应该还蛮多的哈。那还有一个特点哈，你应该会你会有一个突破性的作为。所谓突破性的作为，就是说，可能你旁边的朋友都跟你说喜欢他，跟他在一起，你疯了，并不是说这个人不好，而是这个人跟你的大不同，还有他来自的地方。简单来说啦，就是说他可能住在更遥远的地方。可能你住日本，他住美国，那你每次相见都要去美国见他，可是你却会愿意去见他，然后去美国，然后你们常常这样来往，所以在你的朋友以务实跟实际方面来讲，会觉得说你们疯了。这个只是一个距离上的，我说的还有别种的哈，就是有一种情感上的，就是你花太多时间在他身上了。突然花太多时间在他身上了，密集的花太多时间在他身上了，这样。那还有一条路是，可能你从来没有尝试过去登山或是攀岩这种比较危险，或是去玩极限运动。但这个人出现之后，你开始会挑战一些这些事情。所以在你的朋友的角度上说，你疯了，可是那不一定都是贬义词啦。他很多时候是在讲说你突破了什么，你正在突破什么你原本不熟悉的范围里。那我觉得这张牌所带来的是正向的。你愿意，而且我觉得在心智上有很强烈的进展。那我蛮喜欢这张牌在中间出现的哈。来，我再帮你翻一些其他的端点哈。好，这里多了一张，但是慢掉，那就不要了。来，我看一下，等一下在哪里遇见他跟你对这个我们再讲哈。我们先看一下这里哈。
这里可以讲到一些你们彼此的差异啊，对未来的可能的一些规划是否有雷同，方向差不多，还有你们可能一些比较粗浅的外在啊、内在生活的小兴趣是否有交集。那再来这边还有可能要讲说，在更遥远的，可能你们有更远大是更大的梦想啊，等到生活安定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更想要突破性的对自己的人生的发展的一些规划是否契合哈？这4张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看一下哈。我们先从你们彼此的差异上来说了哈，我觉得没有太远，就只是朋友的领域可能要重新交流哈，他的朋友圈跟你的朋友圈目前是完全没有连结的，那要重新认识哈，所以很符合这里啦，它会带来一个全新的，连朋友圈的交际的东西都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再来，我发现你们认识的契机点可能跟工作有关哦，这边已经出现了，可能他应该有可能是在工作上认识的一个，可能从遥远的别的公司或什么的来的人呢，我会说你们认识的可能是工作上，因为你们的首次的概念上啊、思维上、意识上的交集是在工作上的哈，而且它是有一个密切的要合作的状况下。所带来了你们相遇的契机哈，这个可以注意。再来是你们即便从朋友开始做起啦，然后再进入恋爱都无所谓，你们会有自己崭新的路线跟规划，会出现。你们的相遇有带来了某种新的人生的新想象。然后这个新想象会带来新的生命力、新的活力，所以你们会创造属于你们2个人的新的路径啦哈。我觉得这个蛮明显的。目前看起来这几条路线都是还蛮正向的哈。我再看一下这里，那节奏会加快。当你们2个达成共识的时候，我觉得你们蛮像是一个很稳定的伙伴哈，那这里有一个特色哈，我必须先点出来。你们的2个人相遇的本质不一定是只是设在恋爱上，恋爱上可能是附加的，是多出来的，是一个奖励，是惊喜的。但是原本上你们就是创造蛮好的朋友关系，从这里开始，那他有机会进入恋人，可是即便进入恋人特定的一个关系之后，但你们2个人相处的协力的状态还是。更多的是在事业上的共识、工作上的共识、未来的合作，即便未来感情淡掉了，或是没有分开了，但是在工作上未来的规划上，却还是能够走在一起哦。这是你们的一个特色。好，那这个只是一个这种核心的东西啦。来，我们来翻一下一些先把这里就翻哈，该翻的我们都翻哈，我们再去好来这里。相遇的事件、相遇的地点还在发展中，还没有确定。也就是说，我先举例，也许这是一个遥远的开会，有可能是视讯开会啊，也许是远道而来的开会，是要出国开会啊，或者去什么公司的总部开会啊这些的哈。那这个开会的见面的规划，这个让你们相遇的事件还没有出来，所以它还在进行中，还在规划中，所以要再等一下。这2张牌都在等一下哈，这边正在开始，还有一段日期正在整理哈，等到一切都有定案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展开你们的这一个事件的路径才会出来。所以它出现的时间还要再等一下哈。但你要自己注意哦，因为它很有可能会成为朋友的方式，就这样闪过我等一下帮你们找一下，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爱情的讯息是否出来的比较明确哈？让我看一下，你工作上、身边上应该会有一些转变哈，会有一些工作的调度啊，或是有人要离职，有新的人要进来哈。这个部分有，因为它这边有一个转变，它这个转变它是一个需要整理的，而且是一个加分的整理，所以在你所在的位置会有一个所谓的加分，就是我刚说的加分的整理，要让大家变更好。所以一些旧的人员啊，有些人离开，要找更好的新的人的这件事情会进来。然后所以公司啊，或是你的工作室，或者你的工作会有一个新的目标，很明确的要出来，所以会需要有一个更高的挑战，然后会需要跟没合作过的人去认识，
好，那在这些事情确定之后，你这边往外找，或是他那边往外找，哈，这一条线一牵起来的之后，那其实你们的见面就会开始。我觉得你们之间你们的见面，的能量的连结有很强的情感面，好、是被稳稳定定的控制住，所以你们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并没有那一个很强烈的想要在一起的爱情的欲望。可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觉得彼此的感觉还不错，这个人的谈吐、这个人的外在、这个人各方面都很吸引彼此。可是他并没有立刻突破到说要一见钟情这个概念，因为我时常讲，当工作上遇到了会喜欢的人的时候，都会被你们的角色所淹没、所覆盖、所淡化。即使彼此是有喜欢的，可是他不会那么快浮现出来，因为你们前面还有很多正事要讨论、要扮演。好，那除非他可能有一个密集的见面、密集的联络之后，他才会衍生出或是创造出那个有私人生活或私底下联络、谈论别的话题的空间出来之后，才会意识到说，原来你们的互相喜欢、对彼此的感觉良好的这个状态，其实很多是爱情的成分。那我必须说，你们的界面其实底下就有很强的爱情成分，可是它被土能量控制的稳稳当当的在底下慢慢的流窜，有，但是还没有到要被拿出来的时候。好，那所以就等这一个合作跟这个工作跟这一个讨论告一个段落吧。你们的友好关系持续下去之后，就会有所谓的生活面的地方了。就是等你们等到再相遇、再约见面的时候，就不会只是工作的，就会有很多生活的、一起去玩的、一起去旅行的这些哈。因为你们的共识各方面已经达到超越了工作上的那一个东西，那个水能量就会从底下跑出来。它那个友情的友好，再进而变成是感情上的好感，它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其实从一开始就有。其实从一开始就有，它不是到了这一个愚人牌的段落的时候才跑出来的，它本来就有哈。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点，让你意识到说这个人出现了，就是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会带来一个崭新的局面，然后他会引起你挑战的勇气。譬如说你们去公司谈一个提案，是你们或者谈一个案子，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然后你要接触这件事情的时候，需要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可能要提一个。可能这一次的活动的内容啊什么的，是你从来没有做过的，可是你必须要从头学了之后，要第一次去做，这个就是挑战，这一个就是崭新的一面。但是因为它在，所以你的安全感会蛮够的。只要你这个感觉一出来的时候，这一个爱情的起点就开始了，它就是一个慢慢进入圆满的。因为它这一个崭新的一面，带来这个很突破性的发展，带来这一个跟你很不一样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它就已经是在圆满的起点开始往下走了。好，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关键的感觉，它一定会让你觉得说，奇怪，我要去挑战一个我陌生的东西，虽然我没有自信，可是我会觉得我每一步都在进步，每一步就你会觉得非常有活力，有一个全新的活力在内在出现哈。那这个就是一个它出现的一个很强烈的讯息，你可以注意一下哈。好，你看吧，的确哈，来，好，先讲一个比较也没那么坏，只是会觉得说，你会觉得你好像要做的事情变很多了，工作上可能各方面有很多有甜蜜的负担的感觉，你很乐意去做，可是工作量又变多了。那你跟他之间会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熟悉感。个性上的熟悉是你要跳脱到他是从不同的背景文化来，不同的领域来，他其实他所带来的他背后的东西都两种都是陌生的，可是他的人的原本的本质，你会慢慢的发现说很熟悉。我通常说这种熟悉就是很像你小时候跟你的好朋友，或是你几个你已经忘记的小学啊比较熟的好朋友的那一种熟悉感。那个熟悉感带来什么？单纯的快乐跟很单纯的契合，然后你们会成为一组，你们会成为好像是两小无猜这样子，讲什么就是无忧无虑的很契合，然后这一份熟悉感就会跑出来，即便眼前的这个人看起来各方面的条件啊、样子啊都是陌生的，可是你内在的那一个熟悉感就很难，让你跟他很远，就觉得也不能说太近，但是就觉得你跟他是不远的，感受上是不远的。那这个东西。
他也不会一开始就跑出来，他是会一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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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就算强烈的质疑你跟他的距离，但你心里也很难否认说，其实你们每次一讲话就很对位，会超越你以为的不合。你以为你看起来跟他是不同世界，觉得你跟他讲话应该是不对盘，或是不会有交集。可是每次讲话的交集的达成率都很高，它是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你发现说，原来其实你跟他是很类似的人，然后你们有一种，那这一份类似是从以前的某种感觉很好的关系里面的一种熟悉感。好，然后变化成一种类似，因为他塑造了你的人格，他塑造了你的价值观。那这一个成分会在他身上再跑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们很类似。其实是因为你过往的某些记忆感觉，跟现在再出现你眼前的这一个新的人有一些契合，有一些雷同。好，所以你才会觉得他个人来讲不远，然后又觉得很熟悉。那你们之间的那一个水能量就会在这边慢慢的被拿来使用，然后你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近了。哦，好。大致上到这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部分哈。关于距离这方面的话，因为他那边确实还没有进度啦，已经有这个题目了，但是整个规划或什么，因为我觉得它出现的日期，我没有觉得它确定了起来哈，所以还要再等一下哈。它好像有一个换季的过程啦，有一个换季的过程。来，我这边翻3张牌来看一下，有什么3个端点需要再强调一次的哈。等一下哈。好。这里哈，那我直接翻一下。先翻第一个哈。好，这里要看的是说，你们感情能够持续长久的一个非常的基石啦，一个基础是落在哪里？好了，你们其实内心有蛮多被隐藏的感受。我不能说那是黑暗面，或是那是阴影，可是它就是已经被你们自我封印起来的某些感受，不想面对，不想再想到的。那在你们两个见面之后，这些不想看到、不想听到、不想再想起的，sorry， 不想再想起的一些就简单讲，就是情绪或感受了。在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突然有些话题让你们能够解封、解开来，拿出来讲。这个情况应该会蛮常出现的，因为你会发现说，你们彼此都接得住心里那个好像没有人要听的东西。那如果开始到这里的时候，你们的朋友关系就已经开始进阶了。我不觉得他在一开始这个情况就会出现了，他大概在中间会出现，因为这一份基石，这一个起步应该要在前面一些工作关系啊、时间的相处上啊，累积出很多零碎的习惯。那个习惯是关于相处的习惯，已经习惯这个人在你眼前出现的各种样子啊、喜怒哀乐啊、笑话啊、动作啊、衣着啊，各种样貌都已经出现到累积到一种习惯。你习惯看到他的这个习惯建立出来之后，差不多会在某一些一起出去玩啊，一起去喝酒啊，或者是工作完之后大家去放松，去喝点小酒，去聊天，去吃东西的时候，会透露出来。那他会有一点点、一点一滴的不小心透露出来之后，才发现说你们彼此是有那一个话题的。有那个语言的哈，有那个比较内在的语言会跑出来。那这件事情开始出来的时候，你们的往爱情的感情方面的一个基石就会慢慢的奠定出来。然后来再来看一下这里，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要讲一些好，我等一下哈，我看一下，也是4哈，4、9，
好，你们彼此，这里讲了一个重点哈，我们简单的诠释就好了。你们刚进入爱情的时候，初期或是如果未来你们确定感情的时候，大概前面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接近柏拉图式的爱情啊，心灵的交流、脑内的高潮这个部分会比较长一段时间，因为这个让你们觉得关系更生动。那这个部分我就先讲到这里。那你们彼此啊，你们彼此未来跳脱到工作，变成开始要进入爱情，或是进入爱情你们彼此能够让你们时常想要遇到对方的时候，是因为他让你们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整个身心灵都有全然的休息的状态，好像世界变安静了，好像可以随意的躺着就睡着的那一种安静状态。你可以说他也有安全感，但是我觉得他更像是一种安静状态。这是这个人所能带来的，我觉得是你们彼此所能带来给彼此的一个东西啦。所以我才说，即便进入爱情或什么的时候，你们有蛮高的比例上会像是一种心灵上的在一起，所以它会有一点柏拉图式的爱情的感觉会在。可是你们会极度的满足。我必须说，它会极度会让你们有极度的满足的感觉。来，再来。那刚刚这个位置，我要加一下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你们的不同，所以你们彼此所拥有的才能、特色、才华，会让你们互相学习，会让你们互相成长、互相加分。你们所擅长的领域非常不同，但却会交换。虽然你们的工作范围、工作类别很接近，譬如说都是做艺术的，可是项目不同；譬如说都是做演艺圈，可是有人做音乐，有人做表演，这样子。我打个比方哈，那也许说金融，有人是做证券，有人是做股票，不一样。可是你们所擅长的领域会能够互相支持，能够互相帮忙。那这一件事情让你们两个对彼此，第一充满了信任，第二充满了吸引力。好，来再来一个哈，看一下这里是这个位置的。出现了很奇妙的是，你们好像在一起之后，或是两个人接近之后，对他人做善事、帮助他人、公益、善良的事情的关注度，会比你们自己原本单身的时候再更高很多。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反而不会想要独享两个人在一起的空间的爱，你们会很有默契的把这份爱拿去做一种好像有具体的分享，所以你们可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的服务的，或是捐钱，或是去关心一些社会议题，这是你们想要分享爱的部分。那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去挖掘或是扩大你们自己本来就对于帮助别人的这个渴望的爱心会加强，所以你们的话题，有些话题会跟以前你跟你的朋友或是你单身的时候，会多了一个项目，就像社会议题啦，帮助老人、帮助动物帮助小动物，或是帮助一些社会上的，我觉得都是跟一些生命体有关的啦，所以应该会是一些弱势的或是动物的题目会比较多。这个部分会是你们衍生出来的一个新的连结，或者是一个新的连接，这个可以提醒你一下哈。那这里也变成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你寻找它的关键点了，就是你平常不太会跟别人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可是你对一个新来的出现的这一个人，你会特别想要去跟他聊这个，因为你发现他内在有这一份全新的慈悲、慈爱、善良，是你之前的朋友或什么的都没有人特别凸显出来的这个部分，在他身上会凸显出来，所以你会非常在意他的存在哈。好，
那这个部分结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人的本质个性哈。先看3张，然后我们再看够不够哈。看一下。哦。等一下哈，拿我的笔记看一下，因为这里比较复杂一下。看一下这里是。这里往这里。好，再来这个位置的话，好，再来这个位置的部分的话是。在这边看到了哈，他这个人在情绪上面他在情绪上面其实是蛮冷静的，所以他有一些情感上面的一些冲击呀，或是看影片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有一些打动他心里的伤口的，或是让他很感动的，或是唤起他以前过往的伤害的东西的时候，他表达的会比他内心疯狂的程度大概再减半，再更少，大概只会表达到30%、25%。所以如果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他有一些情绪的感伤的、过往的回味的，他已经表达出他的感伤的时候，你大概要觉得他大概只有表现出大概只有25%，真正的情绪里面的25%在外在才表现出来，因为他会想要隐藏他内心的脆弱，在他的反射个性上面，他会觉得他已经习惯性把内心的脆弱隐藏起来了，所以他会觉得说，最内心的情感的表现出来，就是表现脆弱的感觉，所以他会把它尽量的收，所以他会表达出来的已经是他挡不住的成分了，所以你要在底下把它当做说，他其实内在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一个位置的时候，我才说你们心里有一些伤口阴影啊，或各方面内心的东西，如果开始分享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达到关系上的一个境界，然后已经开始比较进入他很内心的东西了。那这个很内心的东西，包含了所谓的安全感呢跟信任都在里面会跑出来那再来这里又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些感受上的、情感上的思考一些比较细腻的、敏感的东西的时候，譬如说，有朋友分手了，他就比较不会去，因为对方的情绪已经到很低落，所以他会附和他，就只是安慰他什么的。他在那个时候，他反而会给一些非常有用的建议，对于让他好转啊，让他现在的心情转变他反而会给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有的时候，在别人的角度，人家会觉得说他有点白目啊，不通人情啊，这个时候应该就要全力的支持因为别人已经很难过，不需要再给一些务实的东西什么。可是他的个性，他会觉得说，但是与其这样子，不如快刀斩乱麻，就快一点。结束，所以他告诉他一些实用的东西。他相信，当他把这个东西说出来的时候，也许别人看似好像当耳边风没有听进去，可是我相信他觉得他会这些有用的东西还是会进入那个心灵。等到他比较安静的时候，比较醒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说这些真正的建议是有用的他会把这个部分表达出来。所以他在一些真正跟这里其实有对应的啦。他如果能表达出来的情绪的时候，都是他已经整理过的。他其实是有整理过的，他会把他内心的那个疯狂都已经先整理出来。那这是他对自己，可是他对别人的时候，他也会用非常理智的方式去希望别人能够安排情绪，不要因为情绪让很多事情变得非常混乱了。那再来是那这里有讲到一些他的世界观，他其实对这个世界跟这些人各方面，他是一个心胸都还蛮宽厚的，所以他比较不会
有点像是落井下石啊，或是墙倒众人推的那个状况，他也不会参与。他心胸比较宽大，他虽然已经看到别人有一些错误的地方的时候，他还是会比较在乎对方是否有改进的机会、改善的机会，或是变好的机会。他会比较着重那一块，所以他在性格上，他有一点点容易原谅别人。如果他未来是有自己的小孩子的话，他是一个对孩子对他所爱的东西的是非常心软的，他不会很严格的去要求。那也反过来，他对世界的状况，他会有一种比较怜悯的心胸是比较开阔的这个角度去做。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强化你们内在对于世界的关爱，对于社会的议题，会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而且还有可能会对一些流浪动物啊、世界动物啊、濒绝动物的一些关怀，他可能会捐钱什么的。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找到了内心的爱的安定之后，他会扩大他想要对世界的爱，这是他的本质。好，那差不多了哈，这个人的各方面我们就大概剖析到这里哈。那希望对你感受这个人出现能找到一些方向。那他出现的时候，我已经给你一些线索。其实他出现之后会很明确，因为你们的交集跟熟悉感会非常明确，他不会随意的蹦出来哈。那他也不会因为需要一个告白或什么，你才会知道说他喜欢你，不会。你们在相处的时候就会慢慢的累积出，就知道彼此是有好感的。好，那你再期待一下，他这个路径呢？他这个规划要出现给你的这个事件，应该已经在路上了哈。好，那就这样，那祝福你哈，谢谢你来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召唤新恋人前来哈，所以新恋人已经慢慢的靠近了哈，主要是这个角度。好，来，我们一样哈，选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基底的方向哈。来。好，看一下啊，先从核心的部分来看哈。蛮麻烦的牌哈。麻烦不是说它会带来一些麻烦了，是比较难以解释，有点比较难解释哈。我看一下它现在的核心状况哈。这一题就有趣了。目前我先姑且觉得，你们一开始见面的时候会在一些很特殊的状况，有可能是之间有一些冲突，你的朋友跟朋友之间有一些冲突，然后你们两个是合适了，所以就认识，或是你们在一个新朋友的聚会或是朋友的聚会的时候，你们两个的意见是相左的。还有，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他有一个互助的状况就是你可能有一个工作上的需求。需要帮忙，可是找不到人帮忙，而他就是那一个出现帮忙的契机可是他会在比较外围，他需要有人去帮你牵线或什么的这个连接，但这个比例是比较小的。我比较支持你两个相遇的情况是一种有一点点类似互相讨厌他不是从一个好感开始的，他是从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关系开始的比较不同。比较不一样，有的时候就是冤家啦，你就可以当成是冤家。我觉得用冤家来解答比较快你们的关系会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故事性的张力是更加的该说有趣吗？我觉得更加的有记忆点了来，好，看一下这里好，我看一下这里交多少层次，这个部分会讲到几个东西就是你们两个人，在梦想上啊，在未来规划上啊，你会说未来规划上跟梦想差别有啦，未来规划上可能就比较近期的，就是现在你对你的生活一些规划的，然后梦想是你可能要达成一个更遥远的位置，就是说你可能想要买一个洛杉矶的豪宅。那是你的梦想，可是以实际规划上来说，需要非常多年，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很明确的，你们两个人的背景啊、个性上的差异，这4张牌其实是在统合说，在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遇见的时候，会有一些很明确的交集跟不交集会显现出来。那我们现在比较远的来想，梦想上面的话，可能你们生活上、金钱概念上会有一些共识，如果未来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可能相处上会留一笔
两个人一起存的钱是为了更遥远的事情，这样。那从这一个基础点来说，你们两个可能在未来旅行的时候，会有先为了某个旅行，两个人先存一个钱，会有这样子的共识，它会在你们的关系里面每次都会挪出一个新的空间哦。那在缩小到刚开始约会的时候，你们两个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可能不会每次都会分开付，可能会是今天你请，下次他请，你们两个会轮流，会有一种交流感。会有一种交流感，在这种交流感做垫底之后，慢慢才会有一个共识说，不如我们去创造第三个空间来去为我们未来相处或是什么的做一些规划。可是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通常都是已经交往，只开始交往了，确定关系之后才会有的了。那前期会在生活面。好，去确定两个人对于更遥望的未来的价值观是否吻合，所以就会从这金钱上面会有点开始，然后它会衍生到对家人的感觉啊，然后对朋友的感觉哈，会在一些跟朋友的见面的时候来确定彼此其实生活的感觉、生活的态度会蛮像的哈。那你们两个有一个很强的共通点。就是你们对于人生的规划是比较不愿意去挑战风险比较高的东西，你们会喜欢，会很珍惜已经自己所挣来的得来的东西，所以你们也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不太会想丢东西，有可能会有这个，除非有很明确的东西可以替换的时候，你们才会丢。好，但也不是所有买进来家里的东西都不丢，然后越堆越多哈。它有一个。因为我这里有看到你们的理性蛮强烈的，而且还有一些冷漠，对自己其实有要求蛮高的，可是对自己也是有点狠心啦。所以也许你们会珍惜你们很努力争取来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可是当有更好的东西可以替换的时候，你们还是会把它做交换。好，那我再看一下，只不过你们还是比较不会，你们还是喜欢一步一步去啦。譬如说，我们常讲出国嘛，哈，譬如说你们想要去一些拉丁语系的，或是讲西班牙语系的国家，从来没有去过，所以你会去从一些比较简单的城市先开始，就是说可能会从西班牙先开始，然后再练葡萄牙，然后最后才会再去南美洲。你们不会直接就去南美洲，去阿根廷啊那些地方，你们不会直接去，你们会直接去练习一些比较简单的地方，这样子，或是你们会反正你们不会。立刻去挑陌生感这么重的地方了，所以照这个节奏来说，你们在规划一些新事情的时候，你们会按部就班的慢慢往那边走去，慢慢往那边走去，不会一次就挑战太多哈。来，再来看这里哈，你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交集，我觉得这个交集已经算契合了哈。你们有很强的互补性，你们彼此擅长的东西可能雷同，但是不擅长的东西却会在对方身上找到解救的方法。就是说反正你们的融洽度已经不是只是很高度的互补了啦，它还有一些共通点，然后这共通点会让你们原本擅长的东西再去更加分，再去更精进。从这一件事情上面，似乎就是创造你们两个有致命的吸引力、强烈的吸引力的一个点哈。就是你们在谈话的时候，你们首先会发现说，哎，这个我也会，哎，你懂吗？然后会对某些你们都已经懂的东西去深入的聊天。可是当彼此讲出一些不懂的时候，却产生高度的好奇，说：“哎，你懂这个？那是什么？”那因为已经理解了对方的说话逻辑、彼此的说话逻辑、彼此的语言模组的时候，当对方讲一些陌生的东西的时候，你也会产生很高度的兴趣，说：“原来是这样。”因为他的解释方式跟什么，你们就已经很熟悉了，所以我才会说他会有一种1+1的加分的方式。熟悉的部分会精进，然后不熟悉的地方还会学习，所以你们两个人会有一点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队伍。一直不断进步的队伍，然后在彼此熟悉的位置的时候，还能创造出更高度的兴趣、更高级的兴趣，然后再去衍生一些支线来去缓和对于原本的兴趣的一个疲乏度，然后它会转一些路，然后产生一些新的兴趣，然后在回味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新的新鲜感。所以你们两个能够在彼此的关系里面创造出很多的新意，却又会把原本所保留住的珍惜的东西，再创造出更高级的挑战，或是更高级的，反正就更进阶啦。
我们就讲乐器好了。就像你们两个如果本来都会弹钢琴，两个人的段数几位都不太一样，可是两个在遇见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有一些指法的位置，你们两个可以分享原来要这样子，或是换一个方式，跳键啊、弹啊，然后各方面才发现说发现这一个谱会发现更容易上手，这是你们两个在原本熟悉的地方就发现说对方其实会小提琴，然后你会一些其他的乐器啦，然后你们才会发现说，原来这个部分你没有涉略，然后他会告诉你说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应用在钢琴，然后他会发现说小提琴的逻辑是这样子，听的方式不同，然后音阶要听的那个细腻度的位置，然后是怎么样，然后你们俩在这个方面的时候又会在互相学习，然后又产生好奇，差不多用音乐上面是这样讲，或是说你们可能是录音，都是做音乐的工程，然后他的工作是比较在录音，然后你是在去做调音，差不多是这样。然后结果你们可以分享出你们的一些不同点，但是终究就是要去录音。他的可能是户外的录音啊，然后你的可能是工作室的录音这样，然后这样子工作专业的朋友就会交换，所以你可以把这一个逻辑应用在你们两个的相处上。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出来说，其实你们应该熟悉的生活的技能领域应该都还蛮近的，不会差异太多，它不会差异到一种完全不理解的部分，但是也有这个可能性啦。只是我觉得因为是魔术师牌，所以我觉得它那个具体的融合能量很强，它不太会把完全不同的东西互相融合，所以你们一开始遇见的时候、相遇的时候的那个契机，主要还是只是意见不合，在同一个专业领域上意见不合。所以回到这里，你们有一点冤家的感觉，就是可能你们在同一件事情上面的想法不同，而对彼此产生印象。可能就是在一个新的聚会里面有一个主题出来，大家在讨论一件事情，那两个都是你们所熟悉、所擅长的，可是你们的想法不同，所以你们就有了争执，有了意见不同，然后产生了印象，所以我才说你们会有一种冤家的感觉出来。可是这个冤家的感觉出来，就映射出旁边很多东西，就是其实你们很类似，只是磁场太相近而对撞。磁场太相近而对撞。那基于差异点，这个位置要讲差异点的时候，就发现能量很弱。它就只有4者非常弱的差异，变化性也非常小。现在前面就已经证明了，你们只是相处的方式需要调整，其实其他东西都很相似。这是你们两个的本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现况跟你们现在的距离。看一下好。他那边应该有一些，我觉得是工作上的了，看来是工作上的，你们相遇是工作上的了哈。他那边工作上有一些新的事情要出发，要开始，而且已经定好了，已经要出发要开始了。然后中间有非常强的能量连接，是需要联络到你这边来的。那可能会经过一些讨论的情况下，会发现一开始并不合适，会经过很多的删删减减啊、对抗啊、辩论啊、讨论，然后才找到一些共识。等到你们开始找到共识的时候，你们两个之间的爱情的能量就开始出现了。我必须说，你们遇见的时候，应该就是工作上的首次遇见。那你们应该会有很强烈的不合，然后在这边的诠释上，你们的争吵或是你们的不合，其实是风能量的爆发，它爆发出你们情绪上的对抗。那以正向来说，这个情绪的对抗就是会让你们一开始就很契合。如果是在外面酒吧或遇到的时候，两个就会很投缘，然后聊天就会很激动、很快速，会有很快速进入短暂的几小时的像恋爱的感觉一样的瞬间。但是现在被弄在它是一个有争论、有纷争、有辩论、有调和、有互相不理解的状况里面的时候，这张牌所带来的那一个瞬间的能量爆发，就是你们的立刻表达出自己的想法，立刻表达出自己的情绪。所以一开始你们遇见的时候，应该会在一个类似为了某个工作，或是为了某个合作，我觉得一定是这个，他不是朋友，我这边没有看到是人际关系的东西。
没有没有，我一直在想说是别人的事情，没有，我觉得他还是工作上，他一定是，我觉得他真的偏向在讨论一件重要的事情，然后你们拥有相同的能量，可是却想法不同。当一开始就有一些差异，所以这个能量爆发，本来这个能量爆发是要让你们契合，可是却因为这张牌，它作为一个核心的定义来说，我觉得它让你们太过独立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所以一开始会有一种不打不相识的感觉。这个我非常常讲哈，然后慢慢的和缓下来，慢慢契合下来，才发现说那一份情绪其实很像爱情。所以你常常看一些动画啊，看什么的时候，你会看到说有一对情人。他们在动画里面每次遇到就吵架，每次遇到就吵架。可是旁边的配角却会说：“哇，他们两个感情很好。”就是这个状况。在旁观的角度就觉得说：他们两个可以这样辩论，其实他们的感情很好。因为旁观的人、旁边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两个其实是很合的，只是在现在这个主题上面是意见分歧的。可是个性上啊、能量上啊、气上，在别人的感觉上是美好的。他们早就发现你们是恋人牌的那一个瞬间，感情突然就进入。所以在旁边的人觉得说他们感情很好，差不多是这个角度哈。那所以你们会是这样遇见啦。那通常这样子的角度遇见，我都会请你们要小心一点，就是他很容易被错过，因为他很容易在一些比较肤浅的定义上被定义在别种角色上。好，这种讨厌会有点会就讨厌下去哦，会在很多年之后才会发现说，其实我们不是那种讨厌。这个有的时候被错过掉，所以这个要小心一下，要注意一下。然后来这里，先把这里都放，我再看这边。哦，是，你们初学相遇的时候，应该会有蛮多工作量，有点倍增了哈。可是这张牌说底下确实是有一点点的水能量正在浮现哈，这是你们初期所带来的风能量，这是没有带来水能量的。水能量的东西不在这里，它会在后面你们更高频率的相处里面才会慢慢的累积。它一开始是没有的，它是在慢慢的累积。那你们要意识到彼此的喜欢，或是他意识到他喜欢你这一个角度，目前都不是很明显，但是你们的紧密关系的紧密一直都存在，无论它的形式是在看起来好像是互相讨厌，看起来好像是会辩论，其实你们的关系很快就调和在外人眼里，你们的相处模式就是常常斗嘴，常常意见不合，可是总觉得这份关系没有破裂，这就是你们给旁边的人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你们的情感水能量上来的慢啦，哈。这个部分我可以确定一下哈，来，这里好像可以再多一个牌，我先看一下。这里可以多一张，然后这里有好，然后这里上去其实有一个，这里好，我看一下哈，看这边怎么说了。好，先说你们两个关系感情上的阻碍是，你们会后知后觉，对方是自己的菜。我不知道这里为什么这样，可是这边确实是有这个太慢发现对方是自己的喜欢的种类，很奇怪，一开始就有点不见了哈，可是后面会发现。那再来是，这里的确就像我前面讲的，慢慢的在你们一直在捍卫自己的想法的这个冲撞的沟通里面，会达成真正的沟通。因为有些你知道，有些争吵或是有些意见不合的时候，真正的声音，真正你听到的声音，会在离开这个争吵，而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脑海里一直不断盘旋的声音，那个才是你真正听到的声音。而这里在说，那个真正留在你脑海的声音，才是在你们两个脑海里真正达成的一个沟通。他在这个声音在盘旋的时候，会有一些抗拒，可是也在持续的理解对方中。那个就是情绪静下来之后的真正的理解，会在内心会出现。那这个时候会搭配着
智慧的衍生，就是你们会发现说，哦，你们会理解到那个只是当下的辩论，而真正听到的一些辩论里面的彼此的心意、彼此的含义、彼此的道理、彼此要推销给你的想法，在脑海里慢慢的整理出来之后，你们会找到你们相处的一个智慧。那这个才是你们达成真正的沟通。这2张牌告诉我说，你们两个相处会逐渐变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啦，主要还是消化对方的意识，消化对方的想法，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那这里有一个联动，这里的东西产生完之后，它就会慢慢的堆积你们的关系的一个基础，然后会越来越好。那这边有在提示一件事情，这份关系要慢慢衍生出爱情，必须要有次数非常高的相处、零碎的相处、生活的相处之后，才会慢慢引申出非常明确的水能量。这整副牌只有这边出现明确的水能量，而且这个位置还是这整副牌讯息最弱的位置，所以这段关系应该会处在一种一直不断的遇见、一直不断的辩论，来让感情变得越来越好。因为那个只是你们的模式，但并不是真的讨厌，只是彼此的情感的水能量堆积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不快。好，这就是你的模式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这种方式，它让你们高频率的能遇见，让你们常常有一些对话，那就表示你们可能会比别人拥有更完整的语言模组，所以这个熟悉感、这个信任感就会慢慢的延伸出来。好，等到爱情的感觉一出现的时候，它会马上就跳接到爱情，因为你们对彼此的熟悉感不用再重新探查，不用再重新挖掘了。好，到这个位置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看的哈，我来看一下。时间上确实是还有一些哈。好，我再帮你鸡婆一下，找一些。这边有一张牌可以翻出说，什么重要的原因是把你们推向爱情的那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动能哈。这个部分用什么东西来定义哈？然后用这个来看。好，这个还蛮特别的。你们之间如果开始有创造一些浪漫的感觉，他这边在讲说，你们之间缺少很多关于浪漫的东西，因为你们两个常常都是一种硬碰硬的感觉。但是当有一些小小的浪漫出现的时候，两个就会非常在意。任何小小的浪漫的感觉、甜蜜的感觉，都会比一般出现的时候更强而有力的去促成你们往爱情的方向走。因为他在你们这份关系，这个水能量的暗示是说，爱情的因子、爱情的讯息，在你们的关系里面是非常稀罕的，很难彰显出来的，或是不常彰显出来的一个讯息。所以，当有一些暧昧、小小的暧昧，或是爱情的东西，或是也有可能是比生日的时候互相送东西的时候，就会开始产生那一种接近爱情的情愫的时候，那个情愫会比平常其他人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再被加强、再被扩张。那当有开始出现的时候，你们彼此的关系就开始有往爱情那个方向走，所以奠定你们往爱情方向走的这一块、这一条路上面铺的石头，就是这个生活里面小小的小浪漫、小甜蜜出现的时候。那为何每次出现都会被强强有力的强化？因为它在你们的关系里面是非常矛盾的，非常相反的，非常不合理出现的。记得我刚刚前面讲的没关系的，可是它总有一些重要时刻会出现，就像我刚刚讲生日，或是圣诞节的交换礼物，或是过年的祝福，类似这样，他那一个小甜蜜就会开始出来，然后就会感受到对方的另外一个有关于浪漫啊、甜蜜啊、贴心啊、温柔的那一面。那这一面一点一点累积出来，他就有往爱情的动力，那个潜意识那个动力往那里走。好，它不是不存在，它是很难被叫出来。好，那在动力的里面，他给圣杯骑士，我只能说，这组只是表面上看起来不像恋人，可是是非常适合在一起的啦。
哦。好，那我这方2张牌来看，他要强调什么位置？我看这里啊，哦，强调这个位置哈，而且那翻一下哈，这么遥远的2张位置哈，这2张位置在讲的一个是说，离你们现在这份关系最远的讯息跟最近的2个讯息哈，怎么诠释？来，那我就翻头尾。好，我看一下，好，只能说现在你们2个人的关系上，哦，先跳脱你们有没有遇见，反正现在当下你们2个在情感的感受上，其实现在这个阶段是很难确定一份感觉的，确定一份感情的。也就是说，现在就算有人跟你告白，你也不一定很容易答应哦，因为还需要一点时间，它会到一个饱满的程度。哦，现在这个时机，2个人都处在一种其实没有那么高度想要恋爱。即便你今天来看这个牌，就像我刚刚讲的，爱情真的在出现你在面前的时候，你会有些怀疑。现在这个时刻，再等一下，再过一下，就比较能够接受，因为现在这个门比较像是才刚打开，但是没有完全推开，所以你看到这个门后的爱情的风景，都只是一个小缝而已。有在打开，但是还没有完全打开，它就在映射出这份爱情。你也知道这门后是一份爱情，可是你能看到的东西很少，你能期待的东西很少，所以你就会有一种不确定感。这是现在当下的。哦，那离你们最远的讯息说，我看一下，有东西在后面。你看这2张牌真的是很确定的哈。一个是难以看到、难以确定，可是这里又告诉你说，别担心，门后确实是有东西，但是要时间慢慢的打开，因为这里所谓的丰收。获得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它这里代表的是说，它是皇后牌，它代表的是说，就算怀孕要生出一个甜蜜可爱的孩子，它也需要10个月的时间。它这里就是告诉你说，怀孕的迹象已经出现，但是孩子需要等待。也就是说，有些好事情的迹象起步已经出现，但是还是需要等待，需要等它丰收。稻米也是需要耕种，需要成长，任何的种的植物果实都是需要。这边就是说，已经看到果实了，但是要等它摘的时候需要时间，跟这里是完全符合的。门已经打开了，但门缝很细，你知道后面是爱情，可是它要再等一下时间才会出现。所以我说过，这是头尾完全符合这里所谓的路径。你们有你们的相处，有你们的遇见，有现在正在发展的事情。然后遇见的时候会有一些过程，你们会有一种冤家的方式出现。但是经过多次复杂的相处之后，才慢慢发现说彼此的感情是存在的，完全符合这张牌翻出来的东西哈。所以今天这组也就是不要急，它已经在慢慢的出现中。已经在慢慢出现中。来，那我们现在来对这个人的一些本质上的东西来做探讨，直接对他的人的性格上面的本质的东西来。看一下哈，3月亮啊，等一下，好，再来这里是的是银饰牌哈。开始看出一些东西，再来是这里啊。8的话，看一下我们确定错，信息表示，好，这边我大概看出来他3个一些个性的问题哈，他其实对于未来的方向，对于人生的方向，他其实是规划的非常仔细的。
他是规划的非常仔细，而且他是非常讲究细节的。如果他是做设计师或艺术家，他制作东西的时间非常长，因为他会拘泥在很多细节上，是有好有坏，感觉上每个细节都处理的不错。可是对于交件个一年能做出多少作品的速度就会偏慢。哦，这是优缺点混合在一起，所以要看他怎么利用啦。所以如果你跟他相处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你有可能会忽略细节，或是有一些收入或者金钱的东西，你需要有人在帮你验算的时候，你要找他，因为他更加的不能说他敏感，他更加的在乎妹妹嘎嘎很小的东西，他不想遗漏任何他会错过的错误。哦，他本质上是这样。那也因为这样子，他面对很多起起伏伏情绪的东西，比如朋友的情绪啊，他自己的情绪啊，或是你的情绪各方面，他其实都能够用最稳定的方式去面对。但是他有一个错觉是，他可能会让你觉得他很冷漠，可是其实不是，那是因为他很习惯在面对一些压力或是有压抑的事情或者情绪突如其来的时候，他会处在一种非常冷静仔细的状态去面对，主要还是符合他这里讲求细节的这件事情，他不想在面对情绪的时候太莽撞、太粗糙的去处理，因为他知道情绪也是一个细节非常多的东西，他必须要看清楚，他知道要从哪个地方找到切入点，找到破口去处理。所以你会感觉到他在处在一种面对情绪的时候，处在一种冷静的状态，其实他是一个沉思的状态，不要误会他哈。那他自己私人的空间，或是一些对于整个世界，他其实充满好奇心的，所以他在他自己的范围里面，他会整理好他的工作，他习惯的东西，他擅长的东西，他都整理完之后，他会去寻找一些他不擅长的东西，然后会去慢慢的去研究、去挑战。我觉得挑战没有到那么多，他会去慢慢的去研究、去开拓。所以你刚才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对某些特别的东西有很深入的研究，然后或深入的了解。他也有可能对冷知识非常擅长，他知道很多冷知识，可是你会觉得那都是没有用的。可是他只是觉得他想知道的更多。他对于新奇的、突如其来的一些实用的东西很好奇，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去上购物网，但他不一定会购物，他会去看看现在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在卖，然后对于生活居家是实用的，看起来是废物，可是对于一些小地方却是有用的。譬如说，挂毛巾的东西，在浴室挂毛巾的东西有什么？现在有什么比较好挂的，比较能够吸附在墙壁上的，然后在潮湿环境比较能够吸附，他就会突然对那个东西很有兴趣，他就会去做更新，去做更换，他会想要知道说，像这样子的小东西已经进步到什么程度了？哦，会像这个类似的，也许他可能对于像如果像买电视或是买电器，他就会研究非常多，会研究非常多细节，譬如说他会研究那个面板啊、色差啊、电量啊，或是会不会有一些穿插的线已经升级了，就像 USB 线已经升级到2啊、3啊，Type C 的线会不会到哪里？很多人可能不太会注意，他会注意到这个东西，所以他会感受到电压，或是快速充电器的电压或什么。他不是说他想一直更新到最新，他只是想知道说新的程度已经到哪里了。他对这个细节也非常要求哈，所以他有一点点像是万事通或是小叮当，你对他有需求有需要帮忙的时候，你问他，你会发现知道说他懂的东西很多，而且都是那些如果没有人问就变得很无用的一些知识，可是他都知道，因为他对于这些新鲜特别的东西他就很有兴趣。哦，他花很多时间在那里，对他来讲这不是做功课，对他来讲这是一种玩耍。好，所以未来你在跟他出去旅游的时候，也许你讲说你要去一个地点旅游，你所知道的旅游资讯已经够多了，这样就够了。然后你不问他，你不会发现他其实已经了解到更深入了。但是他只会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的。好，这就是他有趣的地方。好，那他也有可能去一个旅游景点的时候，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比如说什么世界遗产的位置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只是想要看一些建筑物这样子，然后你已经对这个世界遗产大概是什么时候，然后已经在那边多久的知识知道这里。可是你刚刚去的时候，你发现说他了解的更多，他甚至知道是谁建的，已经建多久了，甚至有烧毁了、重新建筑过的，然后旁边可能还有博物馆，博物馆有什么，他就突然都知道。好，这就是他特别的地方。所以你跟他相处，所以你发现说有很多很新鲜、很新奇的事情会在身上被挖掘出来。好，
那就这样，这是2号牌的朋友哈，希望给你一些方向哈。我觉得这个人还蛮有趣的，你可以期待一下，他已经在慢慢的出现了哈。好，那就这样，那谢谢你来听了哈，祝福你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召唤新恋人哈。那我们一样从5张牌来看一下一些基底的能量的发展了哈。好，来，好，就先这些看一下。先从核心的来看一下，先看一下整个哦。这牌能量不强，但是带来一些很小的讯息啦。我觉得在你们的这份关系里，哈，我想一下，因为这定义真的是有点太，它有一个补强。我觉得他在你的现状、你的生活里，应该会有一种帮忙跟补助，但是互补的能量也没有到那么高。但是他会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或是你重要的个性，或是你内在有一些性格上的弱点，它出现其实对你有一些帮助。还有他会逐渐的让你发现，开始遇到他之后，你的生活会有一些崭新的一面。好，但是它这个崭新的一面没有像愚人牌的速度这么快，那么立即，它是会慢慢的演化出来一些，你慢慢才会发现说，跟他在一起出去玩啊，或是跟他在一起旅行啊，你才发现说，他有一些独特的地方在慢慢的被显露出来。如果你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他的优点、他的特色、他擅长的东西也不会这么快就展现出来，都是在慢慢的，而是在你的观察，而且对他的好奇，跟他创造出一些新的语言或新的方式、新的 idea 的时候。无论在工作上或相处上，才会开始吸引到你的注意，节奏不快。好，那但是这张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这个包含了你对他给你的吸引力。哦，来，我们再往下看。好，看一下哈。看一下这里，这个部分我们会大概讲到说，你们在人生的规划上面的一些交集有没有交集哈？还有找到一些差异，还有一些如果未来在一起的时候，对人生的一些更遥望的梦想的时候，是否有同一个方向哈？从这里可以大概抓一下哈。或是他在探讨的是说契合的点在哪里啦？因为今天我们要找题目是新恋人到来哈，他不。我们这边我给的意念不太会找一个麻烦给你啦，通常都是会契合，所以我们这边要探讨的是大概是哪些着重的点哈。那首先，你们对未来一些不着边际、没有什么实践力、比较不务实的幻想跟梦想这一点，你们两个是有交集的。你们两个在聊天过程中，你们都知道，这只是空泛的讨论，这空谈的是天马行空的。可是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方向跟感觉、感受、格调是契合的，所以愿意聆听，也觉得有趣。即便彼此都知道这是无法实践的，也没有要往那方向走。可是，在聊这个的时候，确实觉得非常愉快的，很像是心里的小秘密被挖掘。好，现在小明，这是你们两个一个很特别的交集啦，而且好像跟你现在的朋友也没有办法讨论到这个程度。也许你跟你的朋友已经讨论到一些比较私密的东西，一些小秘密什么的，可是好像在内心一个人躲在房间里，躲在棉被里睡觉前的一些小幻想里，或是面对自己喜欢的小玩具里，好的空间里面才会感受到的东西。原本是属于你自己个人私密的、独享的，可是在这个人身上却可以拿出来讲。好，这是你们的这个初步的交集。再来是，你们两个慢慢接近之后，会发现你们两个对彼此的影响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说，你们对于人生的规划的逻辑不太一样，可是却会带来一种启发性。就是，可能你的存钱方式跟他的存钱方式比较不一样，可是你会发现，你原本不认同他的理财方式，可是慢慢发现他那边有一些成果是比你好的，所以你会有一种颠覆性的全新的想法会跑出来，都跟生活的规划、跟工作的规划有像哈。那
你也会带给他这些啦，所以这边可以看出来你们两个的差异性是不同的，但是所带来的那一种两个人的差异性跟两个人不同做事的成功的要诀，却带来了彼此完全不同的影响。从一种原本不认同或是陌生、不看好，因为不熟悉而不认同、不确定的角度，才发现对方做得蛮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于人生生活的一些逻辑产生一种颠覆的状态，所以你会重新思考说你的人生的规划是否要做调整或什么。那这一份怀疑跟问号就会产生你们两个人的新的讨论，所以你们两个会在这一种比较务实生活上的部分会慢慢的比较亲近起来，再加上后面会有一个进阶的内心的小秘密、梦想天马行空的讨论，它会变成是一种调剂。生活上严肃的东西有的聊，然后一些不着实际的东西有的聊，这像是两种话题在你们身上都能达到某种交流、某种交谈哈。然后再看这里，这里有说你们会携手去创造你们两个独有的空间，跟去寻找新的世界的视野。当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共识是，这一个人是你可以去探险的伙伴，这个人是你想要去上一门不熟悉的课程的时候，你会叫他陪你去的那一个角色。很奇妙，它并不是建立在你们熟悉，反而是建立在这个人好像对世界的态度跟看世界的角度跟你最靠近的这一份共识。好，那再来，我再往这边看看。好了，这边有很明确了，你们工作不一样，你们工作的环境、工作的项目，还有你们合作的人跟你一起工作的人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在工作上应该是无法帮到彼此，所以才会看到这边有你们的彼此的差异性，然后又看到说，在两个人看似表面上、工作上、环境上都完全不同，人际关系上也完全不同，却能够找到对于某种空泛的想象的时候，有种同样的交集，所以你们在一种感受上会觉得说是平行时空的自己，或是另外一个是你遗散多年的双胞胎，可是就是说有点像是医院的双胞胎了，一开始就被分到不同的家庭，然后成长，可是还发现说两个人各方面都很相像啊，也是这样子类似的一个说法哈，所以才会在你们两个后来在相处的时候，会想要去创造属于你们两个自己的空间，或是想要创造出你们两个独特的旅行、独特的未来，因为你们发现了彼此的高度的相像性，可是以现实跟可看到的东西、工作环境、住家生活习惯各方面，这种很生活的东西、很务实的东西、很具体的东西都不一样，可是心里却很难拒绝两个人相像的部分的时候，你们就会想要去创造跟证明，其实你们两个有相像的相处模式、相像的生活方式、相像的世界观、未来观，你想不想要把它具体的去证明？所以两个未来可能会有一起的旅行的机会会很多，在一起的时候很快就会住在如果后面确定关系，很快就会住在一起，然后对生活的方式很快就会达成共识。那这是你们不愿意分享的，这是你们两个自己独有的空间哈。来，再来看这里哈，来看一下现在的状况。好，就把它翻出来哈。好，看一下。哦，这个人应该已经出现了，然后你跟他从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隔阂，你们两个就觉得距离很近，有一种我刚刚说的一种很玄妙的熟悉感。哦，它会被隐藏在很多表面上的不同里面。这边又讲一次哦，还有一个可能，我必须说这边还有一个可能，他可能就是你以前的同学，或是一个很久以前就认识，只是非常久没认识。他可能去出国念书，或是移民，或什么，反正他从很远，反正他回来了。他是一个你的人生旅途上本来就该，如果他没有远离，
他没有从某个地方回来，其实你们两个本来就会一直很要好下去，可是就分开了的一个角色，也有这个可能哦。就这两个角色，好，一个是全新的角色回来，让你觉得非常有熟悉感，非常亲切，非常合适，各方面都很熟悉感很强，不是个陌生人。还有一个就是他真的就不是陌生人，只是他不见很久了。这两个讯息都有哈。然后你们应该等一下哈，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出现。你们的相处从一开始就很顺，相处起来很顺。从这里，这里，这里都有一种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觉得可以做好朋友的讯息有出现，谈得来。你们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很谈得来啦，就什么都能聊了啦。哦，然后还很快的就能够分享心事。这里这几张牌都还蛮符合刚前面这些的一个方向的耶。那从这个角度，我就要有点担心一件事情，会不会一开始就走歪，变成灵魂伴侣，而不是变成伴侣？有这个迹象，有这个可能哦。但是通常我们看到这个角度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你一个开放的心态。有的时候，长久的重要关系，也许会比恋爱更重要。它也许会发展成恋情，但也许也会先发展成恋情，然后再变成重要的关系，两种都有可能。但它也有可能是从恋情之后就一直是情侣关系、伴侣关系，可是你们的相处模式就像收妹一样，也有这样。它是一个混合型的，都很饱满的，都很稳的。这组一种在爱情上，在一个好的舒适的关系上的定义是非常稳的哦，因为契合度跟各方面都有一种过去的时间已经确定了，现在的时间也确定了，对于未来的展望也是确定的哦。我还是觉得他已经在附近嘞，他没有一个这边没有一个断点让我觉得好像要先发生什么事情，他才会再出现。这里没有这个讯息，我觉得他在你3号牌的朋友，他在你附近呢，你观察一下哦。来，我看一下。不是说在你附近啦，我觉得他已经在你已经跟他认识，而且也有一个熟悉程度了啦。只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他是否已经被觉察到是要走到爱情这条路是没有肯定的答案的。但是你们的合适跟你们的对谈语言、模组相处方式都是非常舒适的哈。好，哦，开始有一些难题了。我还是老实的说，你们如果从现在这个很好的关系转到恋人，是需要一个小小的挣扎跟适应的。可是他是处在绝对的正能量的角度说这件事，也就是说，当你们发现关系是可以进入恋情的时候，那一份挣扎是愉悦的，是开心的，是舒适的转换。挣扎也是一种有快感的，有点 M 的感觉。哦，呃，但是需要独自面对，你们无法协助彼此，你们这一个转换都是自己在自己的空间里面要去感受的。那节奏对称性，这个有东西可以翻，我看一下哈。好，你们两个的关系哈，无论站在彼此的正面或反面是一致的，都是这份成长跟这份境界都是要往爱情的方向走，没有人是走岔路哈。所以你们就很像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哈，就是看起来好像翻面会完全不一样，结果发现钱币两面都长一样。所以在讲什么？你们两个是有共识、有默契的啦，往爱情那个方向走是有默契的啦。就算只是独自面对了这个从朋友转到爱情的方式的话，可是你们两个走的路径、心情的转变是一致的。哦，那你们会慢慢发现，
从朋友进入爱情的时候，这个转换会是因为发现彼此的缺陷，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除了凸显彼此的优点之外，也会凸显彼此的弱点和缺点。可是在这个路径上才会发现说，那越来越离不开彼此的存在，是因为你们两个有一个很高度的互补。那这个互补的节奏非常慢，它是飘去完全互补，它没有办法马上互补，它是需要很多的小事情一件一件贴上来，才会在你们很长久的时间才发现说你们是互补的，而不是谁真的需要谁，而是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才有一种比较完整的感觉。我很常用旅行来做比方，就是用旅行来说好了。你们在旅行的行程上面，你们擅长的东西不同，一个适合规划，一个适合找路，一个很容易选到好的饭店，一个很容易选到好的餐厅，就是这样互补。可是你们在相处都才发现彼此的特点在哪里。这边其实前面就有说了。好，其实整个牌我到现在都还没看到什么缺陷呢。通常到这样子很顺的牌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些小坏线，希望找到一些可以提示的东西了。也不是说找到一些坏东西，可是想要可以找到一些提示的东西。那这边宝剑三出现在你们两个奠定感情基础的点，在于你们内在的伤口被彼此治愈了。也就是说，不是说爱情啦，就是你们人生应该有一些痛苦的东西、痛苦的经验，好像没有被治愈，没有被拿出来分享哈。那这一份交换是奠定或是打开你们两个往爱情方向走的一个很重要的钥匙。所以你们两个的关系，如果想要从 soul mate 进入到爱人的话，它应该真正的转折点，我就要把钥匙改成，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他是要有内心最痛苦的东西被哭过，被互相哭过，被互相怜悯过，被互相分享过，被互相拥抱过之后，关系才会进阶到更高阶的感情。那这更高阶的感情，就是从 best friend 进入 soul mate 还是进入 lovers 不一样哦。我到这边都还没有完全确定这个走向是要到恋人了哦，但我觉得两个路都很好所以才会有前面说这个人可能在你附近，但他很像被诠释成往收妹的方向走，所以痛苦的事情还没有一起经验。我讲一个举例可能会比较严厉一点的举例，有可能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的家人过世了，然后在第一时间能陪伴你的、能安慰你的、能让你看到你全然的哭泣的脸的人是他的时候，这份交换就产生了。差不多是类似这种等级的状况。还有一种是你已经经验过了过往，可是在一些看影片或什么的时候被勾起的时候，也会有造成类似这个等级的状况的时候，老师会做一个交换。那这个时候关系的境界就出现了。像我时常说，你跟这个人能做朋友，是因为你们可能有一些很基础的秘密做了交换，才会进入朋友。不然这个朋友关系就只是认识。他还没有达到是真正的朋友，那个信任没有出来，他可能就只是可以吃饭的朋友，可以见面的朋友，可以聊一些琐事跟八卦的朋友。可是内心的秘密没有做过交换的时候，他也不算是真正的产生一种信赖连接的朋友。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层次，记得他是层次，他不是只是一个关卡，他有很多层次进到朋友。为何要做这个定义？因为等到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很具体的选项 A B C D E， 谁是先后顺序。那个时候你才会知道你跟谁的朋友的程度深浅跟收视度到哪里。有的时候有一种最简单的一个状况，就是一个玩笑，不同的人对你开，你对谁的释怀跟接受程度是不同的。有的时候在那个程度上，你会知道说你跟这个人其实不熟，他只是认识，他其实不是你的朋友，他只是认识。所以我才会说，回到在爱情这个关卡到这里，他有这一个等级上的事情的内在的痛苦的交换跟分享，或一起哭过、一起拥抱之后，他才会进入到更高阶的爱情状态，或是更真正的进入收妹状态。但它这个并不是适用所有的东西，而是在这一组的关系上，这个东西出现在非常重要的节点，因为它出现在要奠定你们两个关系的基石的位置上。所以这个位置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组是这样。前面虽然很顺，但是它能不能进入到那一个更高阶的关系，要看这个部分。好，来我看一下这里
来看有没有要重要再去提示的两个位置哈。哦，看一下哦。好，看一下这两个，好像已经翻过哦。好像已经翻过了耶，没关系，再补一张看一下，用别的牌来补。用这个，怎么今天一直掉牌？我看他强调什么哈？好，再来我看一下。9。哦，这个位置确实是没翻到哈。既然翻到这个位置的话，我再翻这个位置。好，看一下。先解这个啦，这个刚其实已经翻过，看一下这里要补充什么。这边在提示说，你们应该也会有意见不合的位置啊，但是很容易就沟通过了，所以记得要把真实的想法拿出来分享，做沟通，才会快速的达到共识跟解决。因为你们两个的关系很在乎理解。哦，记得你们两个关系里面很重要的关键字是理解。如果你不把真正的想法拿出来，就很难达到真正的理解哈。所以这个也不难，这就是你们两个的相处风格了。那回到这里哈，这里在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你们关系里面会有一些幻觉跟错觉。那这里要定义成说，当你们彼此有特别想要。我大概知道，他这边有时候有一种独处状态，有一种特别想要一个人的状态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幻觉。他其实是希望陪伴，他其实是希望被关心。也许你的人不用去陪伴，也许你会把空间给他，记得要把那个关心的感觉表达出来。因为这里有在说，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在逃避或是在独立的空间里面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被需要的表达。就讲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就是说，可能大家一个聚会，有些人会说，有些人可能在那个聚会里面不受重视，所以他会在中间觉得很无趣。可是他就会说，好了，那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家了。可是他这个回家并不是他真的回家，他是在做一个讯号，告诉大家说，如果没有人再在乎我的话，我就要回家了，我就要走了，是这个概念哦。所以他有一个表象的幻觉，跟真正内心的想法，跟他的原本内心的话到底是什么？哈，这题在讲这个，所以要注意一下你们相处的状况哈。有的时候会有话中话，要注意一下。那再来，你们关系上应该会有一些考验。那这个跟这张牌一模一样。就是宝剑3，所以你们关系的境界确实还是在内心最痛苦或是比较痛苦的东西的分享跟交换来去建立未来更长远，跟达到你们的关系的基础是否会变成一种坚硬的基石的一种跳跃的关系。所以宝剑3在你们的关系里面，所谓的内心最痛苦的那一面，什么时候拿出来，是你们的关系进阶的很重要的一个。我不能想说钥匙，因为钥匙只有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关卡或是一个门。然后门不是只有一个，只是开了之后看要去哪里哈。这里又做了一个提醒。好，大致上翻蛮多牌了哈，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那再来是，我们来针对这一个人的性格上做一些了解啦哈，做一些了解，直接针对他的个性做一些了解哈。这张。再来做底下，好，那对应的牌，这张，我看一下。想一下哈，先从这张来看了哈，
我看一下这个位置哦。好，再来是这里哦，对，是这个。好，大致上可以得到的信息就这些哈，我们就大概看一下。他这个人很特别，他对于这个世界观，对于整个世界的感觉是一种比较博爱的、比较无私的，所以他是一个很乐于奉献的人哈。他很像是在处在一个困难的时候，他会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给予更需要的人，所以他的博爱这方面会，所以他也算是一个乐意捐钱的人啦。他会去盘算自己所赚的钱，或者他所积蓄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盈余或多的东西，或是他会特别认真去分配他赚的钱里面的某一个比例1%或0.5%的，都是要拿来捐献的，因为他会觉得那是他多的，他要给一些他需要的人。而且他会有一些像是。譬如说，一个船哦，在湖中或是在河上，然后发现那个叫什么救生衣不够，他会想说我自己比较会游泳，所以他会把救生衣给比较不会游泳的人用。他是这种人哦，他能奉献，而且他比较不自私，所以回到感情上面的话，他应该会很乐于为你付钱，然后他会发现你的难处，然后他会多做一点。他不会去讲求说大家都要分配，你要做一，我也要做一，我付出一，你要回馈一，他不会想这个，他更多的是觉得自己的给予比较重要，别人给予他的没那么重要，他更在意自己能给予什么哦，这个角度。那在于对于事情，你看到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他比较在乎自己该做什么，所以对于他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他的梦想或是他的兴趣的时候，他会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他会自己去钻研，自己去做，他也不会拿出来分享。就是说，他研究一些东西，他不会在网络上分享说他做到什么程度，不会。比如说去健身啊，去运动，他达到什么程度，他去学什么新的运动，学什么新的技能，他都会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去独享他自己的成果。他会活在这一个行动上，是在自己的空间里面。除非你去探索，你去问，才会知道说他对这些有很多兴趣什么的。但是他也有一个突破口啦，基于他那个无私的感觉的时候，所以他跟你又这么紧密的相处，你有可能会进入他的soul mate，或是成为他的恋人。他应该会多多少少会跟你分享他现在的个人的空间里面的一个进度，主要是因为当你们两个越来越接近的时候，他的个人空间也包含在你啦，哦，你也在他的个人空间里，所以你会知道他很多别人所不知道的私底下的某些特别的兴趣、特别的努力，去参加了什么课题，这样子，他更在乎的是丰富自己的个人空间。他对自己的个人空间有一个比较宽广的世界的想象，所以他会希望在里面让它充满，让它丰沛起来。哦，那你可能是唯一可以参与跟比较接近理解的人，但是记得不要去打扰，不要去给意见，不要去干预，这会产生很多负面，因为这是他个人的内在的丰富的、充满的、营养的能量的来源。哦，好，那再来是对于生命啊、生活相处对于安全感的要求是极致的，对他来讲是非常高的而且是难以控制的。所以在生活上、金钱上，他会控制的非常稳定，因为他希望生活稳定。在感情上，他会把他要求到一个平衡，他不希望有太大的起伏。他觉得两个人相处已经分享都非常私密、私人、个人空间，可是情绪上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对于关系上的安全感要求很高，生活的安全感要求也很高，人际关系的安全感要求很高。所以它有一个驱使性是，如果对于某些生活的挑战或什么，从风险过高，他不会感觉到享受，他会有点远离，他会希望很多都是在他规划紧密的观察跟探索，发现这是一个比较安全、比较保守。保守我抽掉，他可能不是比较保守，他也许会挑战比较新颖、特别的东西，但是他会把它想清楚，他会了解更多，让自己知道说这是安全的，这是在他可控的范围里面。他需要的不一定是高等级的安全感，可是他要一个高品质的安全感，在他所理解、在他能力范围里面，他需要的安全感必须充分。所以你跟他出去的时候，你可能会去一个 pub 或什么时候，他会在第一次去的 pub 里面，他会先确定一下逃生出口在哪里，他会在那个最接近那个区域的部分做活动。
会站门口，或是去电影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一定会发现，但他会偷偷的看一下说，散场的位置动线在哪里，离开的动线在哪里，他会偷偷的观察，但他不会告诉你。等到需要有用的时候，这份安全感就会变成具体的实用，会展现在你面前。所以你可能跟他一起去吃餐厅的或什么的时候，他很快就会知道厕所在哪里，门口在哪里，那个整个空间的地理位置，他大概会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好，那就这样这就是这个人的特质啦。跟他在一起应该会蛮舒适的啦，你会觉得有很多该被保护的东西他已经做好准备了，该被注意的东西他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粗心的人或是一个莽撞的人。你会发现他很多东西都在他细腻的观察里面，他不是因为他敏感，而是他喜欢为了去塑造一个安全感的品质而去做很多小细节的准备。好，那就是这样。这个上回来的朋友，那慢慢期待了哈。这边真的有一个非常强的讯息，是他已经在附近了，他甚至已经在的朋友圈，而且你们已经可能有比较好的接触了。这里有一个很强的比例上的讯息是这个哈。好，那就这样哈。那我们慢慢的观察吧哈。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